听朋克吗？当这个问题在2022年被问起，我的脸上是迷茫的。虽然都是朋克，但当你接过耳机听到另一种声音的时候，其尴尬程度不亚于一个南方人到东北习以为常的点了3菜1汤。材料是那些材料，名字也差不多，但分量和口味多少和家乡不太一样。钟爱后朋的朋友在听完一曲硬朋后，鞋里能抠出到31天来。可任何流派的兴起，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们都是时代发展的结果。朋克也当然不是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一直作为该流的代名词 AKA 午夜小流氓的 punk 是怎么变成一种摇滚运动的呢？在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期间，摇滚音乐四处开花，除了 Jimi Hendrix、Eric Clapton 等人引发的迷幻和实验摇滚外，一些早期的车库摇滚乐队则形成了最初的朋克。他们通常是一群既年轻又业余的乐手，常在自家的车库中排练。正是因为缺乏指导，没有受过系统培训，所以他们能够打破规则。不管歌曲架构，情到浓时，咆哮尖叫都是常有的事儿。传达出来的能量比同时期的摇滚更具侵略性。这种未加修饰的自由实验，粗糙却充满激情。它导致的音乐创新，最终构成了朋克摇滚的基础。因为都是早期尝试嘛，所以很多流派都是同步进行的。这些乐队的影响很多面，比如底特律车库摇滚 MC5， 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原始的失真风格，对重金属以及朋克摇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再到60年代中后期，同样来自底特律的 The Stooges 形式上已经很接近我们所认为的朋克摇滚了。他们这种循环往复、永无止境的鼓点也出现在同年的德国，即酸菜摇滚的常用节拍 Moderic Beat， 听感上就是这种噔噔哒噔噔噔哒噔的感觉。它由 Ken 的鼓手 Jackie Leibzig 开创， Kraftwerk 的早期鼓手 New 的创始成员 Klaus Dinger 也是 Moderic Beat 先驱。曾经在歌单里面放过的 Hello Gallo 就是他的作品。按照 Klaus Dinger 的说法，他追求的是匀速中的迷失感，它是一种感觉，这样在无尽的道路上行驶，同时也是一种保持前进、时刻处于动态的生活理念。这种节奏被广泛用在后朋和朋克中。随便举个例子，比如1979年，后朋女团 The Slits 的 Typical Girls， 以及后朋代表团之一的 Joy Division。既然鼓点已经循环上了，吉他也得配合上不是？这就得提一种非常常用的吉他和弦 Power Chord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指法按着不动，在指板上来回扫。它在蓝调转摇滚的时期就已经比较成熟了。由于它的力量和易用性， Power Chord 被广泛用于重金属和朋克摇滚这些强调吉他的音乐。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有 The Kinks 的 You Really Got Me。 当然不是所有的朋克都是这样，但你可以在大部分作品中听到 Moderic 和 Power Chord。 到这里，朋克的雏形已经有了，还差一点反叛精神将它们拼凑成一个整体。因为音乐只是朋克的一方面，朋克不仅是一种声音，它也是一种完整的体系，一种哲学，一种态度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有一种独特的外观。在1972年到75年之间，一个短暂的运动带给了朋克足够的启迪，那就是 Glam Rock 或者叫 Glitter Rock， 中文叫华丽摇滚、闪烁摇滚，很好理解，看起来 bling bling 的很华丽。这些人用夸张的装束混淆了传统的性别差异形象，比如大卫鲍伊和他的台前角色 Ziggy。 再比如1971年成立的纽约娃娃，虽然 Glam Rock 更多的是一种视觉风格而非音乐风格，但他们所使用的元素被之后的朋克摇滚继续追随，为朋克的特定反叛形象提供了大量灵感。Ramones、Blondie 等团体相继出现，纽约市的朋克摇滚乐团开始兴起。他们在传奇俱乐部 CBGB 一起演出，发展并定义了该流派的声音，即快节奏、硬朗、精简、重复。因为朋克没有在做新东西，它实际上是一种保守的音乐运动，即回归60年代的车库摇滚。因为到70年代初，主流摇滚有点过度放纵、过度生产了。当时流行着 Led Zeppelin 之类的重金属，大量的独奏和复杂的编排，时不时的来个6-7分钟的吉他 solo。 朋克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，他们要重回60年代的车库摇滚，制作3分钟左右的又短又快的歌曲，
并且尽量精简，几把吉他、几句诗歌，一段简短重复的伴奏了事儿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。正当纽约的朋克场景达到鼎盛时，另一头的伦敦也在经历一个独立的朋克进程。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，朋克都表达了对制度的挫败感。70年代的英格兰朋克场景有其政治和经济根源。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阴云下，经济大萧条，失业率创历史新高。英格兰的年轻人愤怒暴躁，他们有强烈的意见和大量的空闲时间，精力无处发泄。这些条件为叛逆的、出于反抗动机的朋克摇滚乐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。1975年，信手枪首次亮相，它诞生自一家名为 Sex 的精品店。作为商店所有者的马尔科姆刚从美国回到伦敦，他本在同年初刚接手了纽约娃娃，向他们提供服装，可惜没能成功，所以到伦敦想再试一次。为了帮女友 Westwood 卖衣服，这次马尔科姆将目光放在了店内聚集的失业青年身上。是的，信手枪这支乐队的成员要么是在 Sex 工作，要么是这里的常客。换句话说，信手枪就是 Sex 商店的一把枪，用来发射朋克美学的子弹，打造马尔科姆的朋克时尚招牌。这些人被选上的原因无他，就是够疯，疯才能有话题。他们咒骂堕胎，咒骂8小时工作制，对人类的互相欺骗和各种碍手碍脚的条条框框感到愤怒。无端的坏脾气和愤世嫉俗的表演必然煽起人们的反感情绪。他们从75年11月开始首秀，但一直到76年都没被媒体正眼瞧过，演出总与暴力事件牵扯不断，一度被视为粗鄙的噪音。直到9月，乐队终于上了一次头条，原因却是乱丢玻璃杯导致一名女性观众失明。虽然这一事件给伦敦朋克运动带来了很多负面关注，但它也让包括信手枪在内的许多乐队受到了唱片业的关注，并在10月签约 EMI， 后续发行了 Anarchy in the UK， 但仅仅播放了5场就被禁播了。也难怪主唱烂牙瞪的一副甲亢眼，属实吓坏了英伦绅士们。从1977年3月到5月，信手枪连着换了2家厂牌，东家的规模越来越小。体面点说是换，直白点就是迫于压力被弃了。但在5月，他们在小厂牌发了一首大歌。如果要选一首歌作为朋克摇滚的代表曲目，这首歌排第2，那就没有人有底气争第1了。它在当时争议极大，因为歌曲和带音的国歌同名。最骚的是，他们还在女王继位周年活动期间租了一艘私人游艇，沿泰晤士河边开边嚎唱了一路，直到警员把他们抓起来才结束，也达到了炒作的目的。因为这完全就是一首反温莎之歌，标榜叛逆颠覆，那王室和女王这种典型旧物自然得拿出来批判一番。但在普通英国人眼里，这简直就是魔怔行为，纯粹是为了反而反。所以天佑女王被果断禁播，但你越禁杀，它反而传播的越快。这首歌获得了巨大的人气，几乎在所有英国排行榜上名列第1。那这么有个性的乐队呢，完全是叛逆青少年的菜。他们很快就吸引了一波狂热粉，被称为 Bromley Contingent， 也就是个记者问到他们有些人住在 Bromley， 就随便起了这么个名字，布罗姆利特遣队。他们也开始有样学样，成立了包括 The Clash、The Slades、Susie and the Banshees 等一批中流砥柱。而 Susie 包括信手枪解散之后由主唱烂牙成立的 Public Image Limited， 开始尝试与同时代朋克摇滚不同的声音，也就开启了比朋克更具实验性和艺术性的后朋。部分伦敦朋克还抓住了朋克运动的 DIY 理念，开始使用牛仔裤和皮夹克等主要物品作为空白画布，用别针、油漆和图钉来装饰。伦敦朋克迎来蓬勃发展，还把没落的英国光头党给炸了出来。光头党的前身是摩斯族，这种亚文化的起源呢，可以追溯到50年代后期。2战结束，经济繁荣，许多工人阶级青年的可支配收入增加，他们就把钱花在由英美摇滚、电影演员和服装产业引领的时尚潮流上。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次文化，也就是摩斯族。通俗点讲，就是工业时代下第一批赶时髦的消费主义弄潮儿。他们追捧着非裔美国人的爵士，以及由牙买加移民们带来的充满活力、舞蹈性强的斯卡音乐。到1965年，摩斯族分立成2大群体，一派是浑身高价时装的公子哥，另一派则是短发和工人形象。他们在几年后被称为光头党。短发可能是出于实际需要，比较适合干体力活和街头切磋，
也可能是为了挑衅中产阶级的嬉皮士文化。既然他们留长发当个性，那我们直接剃光头，看看谁更勇。本来在70年代初没落的光头党，随着朋克摇滚的传播重新上线，从此光头党也成了与英国朋克相关的亚文化之一，还发展出了一种叫做街头朋克 （Street Punk） 也叫 Oi Punk 的分支。他们用粗糙直接的方式发泄着萧条大时代下的不满，但随着光头党后期开始种族主义， Oi Punk 也很快消亡了。到70年代后期，朋克已经结束了它的起源，开始衍生出更多子流派。它的遗产主要面向3个方向，除了充满艺术气息的后朋外，还引导了让朋克更硬、更快、更粗糙的硬核朋克。这时得益于时代发展，合成器等电子音色开始流行，他们将新声音与以往的实验相结合，引领了更面向流行音乐的新浪潮。这个词最初就是指朋克之后的音乐，因为都是同时演化的，所以很多乐队啥都想尝试一下，比如朋克出身但跑 New Wave 去了的 Blondie。 与此同时，到1980年代中期，在西雅图冒泡了新分支 Grunge。 粗俗点来说， Grunge 就是朋克加上重金属，它去除了朋克的速度和结构，添加了黑色安息日那样的金属元素，构成了一种类似挽歌的音乐。简洁的视觉风格也把主流从华丽摇滚的疲劳中解放，使 Grunge 在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。他们并不是原创，而是把60年代实验出来的2种激情结合了。虽然很多被贴上 Grunge 标签的乐队都很讨厌这个说法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从 Grunge 开始，作为反文化运动的延续，作为嬉皮士后浪的朋克运动，再一次商业化了。正如信手枪的那句 No future， 看破红尘，看不到未来，对这个世界感到厌恶却又无可奈何。许多人说朋克已死，但形容词都是死的，而音乐是活的，它只是随时代发展进行变革罢了。只要青年人的焦虑存在，每一代人都会找到属于他们的朋克。在这个充满压力的21世纪，青年人似乎已经没有能量去爆发、去释放。看似玩笑话的躺平和摆烂，实则反映的是当下青年的无力感。或许我们这个时代的朋克已经出现了。下一期俄罗斯后朋，不见不散。See ya。Что там с нами?